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猛猪 TV， 我是 Austin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户外徒步。哇塞！哇！如果你住在美国西海岸，那么喀斯喀特山脉对你来说一定不会陌生。不论是雷尼尔山的天堂步道，还是胡德山附近的岩林草湖步道都很出名。不过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山脉上相对小众却很经典的地方，位于美加边境的贝克山区域。这里不仅徒步路线多，风景壮丽，也是滑雪爱好者的圣地，举办过有国际影响力的单板滑雪赛事。这次我们利用劳工节小长假，从爱达荷州的蛇河平原西部出发进入俄勒冈，途经 I-90 国道进入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欣赏瀑布。进入西雅图后，我们再向北沿着 I-5 国道就能来到我们下榻的酒店。3天2晚的路程，我们将要欣赏2股瑰丽的瀑布，走完一条高低悬殊的步道，体验置身于天地之间的震撼，最后近距离观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那么话不多说， Let's go！ 我和老婆都是刚刚学会享受户外的小白，由于这次有户外高手带路，机不可失。出发前我们趁着劳工节折扣去瑞更新了不少装备，买了专业的登山杖和水壶。如果不是常年户外的发烧友，户外装备根据自己的需求买就好。比如说我上山用的鞋子就是健身用的训练鞋，虽然比不上专业的登山鞋，但是也能在中级以下的步道里提供很好的防滑保护。新手也可以咨询这些户外专卖店里的店员，他们通常都能提供很实用的建议。其他常见的必备用品有防蚊及防晒喷雾、袖套、帽子、充足的食物和水。去一些野生动物多的地方，记得带上防虫喷雾。刚开始尝试户外时，我也抱着怀疑的心情买了很多东西，毕竟户外用品真的很贵，但是用上的时候还是很安心的。推荐新手朋友做个清单，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。华州的特点就是密集的树木和湿润的气候，我们的第一个步道就很好展现了这种林荫交错、泥土湿润的环境，搭配上旁边解压的流水声和清新的苔藓的味道，让周五的疲惫一扫而空。沿着蜿蜒的小道，我们也下到了小溪边，鸟鸣阵阵，溪声潺潺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那种感受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是完全体会不到的。来到了瀑布下，发现很多从西雅图来的家庭人士，他们都带着宝宝和宠物来逛这个步道。美国近2年有一个很流行的词语，就是 get away， 特指那种逃离日常、放松身心的短途旅行。这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目的地。看完林中原始的瀑布，应该有很多朋友好奇，我不想走这个往返1个小时的步道，我就想亲近自然的同时，又能有更加享受的体验，有没有这种选项呢？还真有，附近的斯诺夸尔米小镇就有最好的答案。小镇内有一个名气更大的瀑布，位置就在豪华温泉酒店旁。泡完温泉后，也可以在瀑布旁边吃饭，然后再去市中心商业街逛逛。只是价格不便宜，如果是预定下周位置的话，需要$350以上。Anyway， 虽然贵，还是有很多白男白女们坐在瀑布旁喝下午茶。哎呦，希望我退休了也能这样享受生活。小插曲，附近公共停车场有个可能会有人砸车的标志，吓得老婆差点要把行李箱拖出去看瀑布，最后劝住了，只是把一些价值高的东西放到背包里带出来了。哈哈，不过确实，在西海岸还是小心为上，连一个高速旁的小镇都有这样的情况了，大城市更加要小心。某书上都是血淋淋的案子，
不要觉得被砸吃的人都是少部分倒霉的人，因为我去年在 LA 被砸前也是这样想的。总结一下，两个瀑布各有千秋，主要是看屏幕前的你期待什么样的体验了。走，我们继续去赶路。沿着 I5 国道一路向北，晚饭在西雅图北边的 Linwood 解决。由于是韩裔美国人聚集区的关系，这座小镇也被很多人戏称为小韩国城。因为老婆是江虎东的粉丝，我们就去了他自营的烤肉店来补充体力。总体感觉服务非常周到，小菜很爽口，腌料和酱料也很好吃。老板明显就是对用餐体验和食物煎烤的方法很有研究。缺点就是比起很多40刀吃到饱的烤肉店面，他们家人均50刀也是只能勉强吃饱，推荐给不差钱的朋友吧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在 Bellingham 和2位从温哥华来的朋友会合了一下，准备向2小时车程的贝克山出发。贝克山附近有好几条很出名的步道，比如说 Tamil Ridge Trail 和 Chain Lake Loop Trail。这次我们选择另外一条明星路线 Heliotrope Ridge Trail， 步道的终点就可以看到靠在贝克山上的冰川。因为这条步道是少数几条能够徒步接近冰川的步道，同时也是攀登贝克山的起点，所以在徒步圈里就特别流行。另外，步道上错落有致的高低差造成了丰富的景观变化。步道起点的景色就是我们昨天画面中描述的茂密森林景象，中段就能看到开阔的高山草甸和盛开的野花，而终点却又能看到壮丽的冰川。一条线路能够看到3种不同的风景，实属罕见，同时也拔高了我们的期待。当然，这条步道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征服的，网上标记的难度系数为中等。具体来说，难点在于有水流穿越和地形起伏，特别是最后一条溪流，在温度较高的夏天会变得非常湍急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。社交媒体上也不乏有很多人表示为了自身安全着想，最后铩羽而归。我们到达山脚停车场已是中午，因为准备充分，我们5人刚开始的士气都很旺盛。随行中遇到了一位来自加拿大维多利亚的大姐，有说有笑，非常顺利。哇！太屌了！这干嘛跟咱结伴的呢？走那么快？后来大姐甚至嫌我们太慢，先行一步跑没影了。走了1个多小时，经过了森林，穿越了小溪，爬了很多山路。虽然累，但是带的吃的也很多，很快就补充了体力。最后看到很多背包客都在往回走。How long is the trail? If you go just to the glacier and back, it's just about 5 or a little bit over miles. Okay. And 他们都说很快就要到了， there's a water crossing. 我们也很期待。直到来到传闻中最后的溪流附近，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往回走了。因为夏天的高温使冰川融化，最后一条溪流水位暴涨，溪水冰冷刺骨，即使站在岸边也能感觉到低温。水面的轰鸣声听着怎么都不像一条小溪。据说前2年就有人因为不慎而落水遇难。我们面面相觑，从各个角度观察露出的岩石来找到前进的路。有些徒步的人就干脆不管了，趟水过河。因为溪流附近岩石的高低差还是很明显的，要是没站稳摔下去真的很危险。这时之前遇到的大姐也出现在了对岸，准备返回。大姐过河的石头早就淹没了，所以她在溪流附近前后犹豫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抓着一根断木趟着水返回。过河艰难的过程看得我们都捏一把汗。后来她说上去的时候水流还没这么湍急，之后的水会越来越大，奉劝我们不要硬上。同行的好友还是觉得太可惜了，决定涉险过河。劝阻无果后，我们一行人打算离开，相约和他在山脚的停车场会面。会合后，
他说回来的途中有一瞬间的失温麻木经历，差点没站稳掉下去。我和老婆听完讲述都心里发毛。所以啊，大家以后要选择这条步道的话，一定要挑一大早的时间走，因为下午的高温融水最多，踩错就有危险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安全第一。从山上下来以后就很疲惫了，膝盖也开始发酸，正式体验了一把上山容易下山难。不过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让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，下山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温带植物的多样性，很是惬意。傍晚我们的计划是去附近的 Artist Point 欣赏日落，我特意用小飞机在附近的照片湖转了一圈，是不是很美？停车场就在2座大山的中间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没有继续走开头提到的步道。天色变晚，我们眺望着远处连绵的山还有夕阳，不知为什么，接近大山的时光让我的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感，甚至还有点恐惧。每走近一步，那种压迫感就会逼迫我去深呼吸，但同时我又想尽快适应这种不舒服的感觉。自我的渺小在这一刻竟然变得具象化，很神奇。下坡路上看到很多美国人都在贝克山前拍婚纱照，每张照片都可以作为电子产品的屏保，真的很美。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小飞机也失去了起航的功能，我们匆匆赶在黑夜前离开。再见，贝克山和舒克桑山。旅行最后一天，我们也安排了较为轻松的计划，沿着 Bellingham 往南来到了斯诺库尔米国家森林，里面有一条有名的冰雪步道，这个步道比较短，大概1英里就到了。最后的冰雪奇观是很多人的打卡景点。袋子拿出来。哪个袋子 ？Viper Vehicle。没带现金。哦，就写 Money Order 吗？放在这儿吗？拍一下，5块钱。What are you looking at? It was a snake. Oh, really? Yeah. Oh. 哇，这也太猛了！小心狗狗啊！这个地点位于贝克山的北坡，常年没有阳光直射，导致积雪没有完全融化，形成奇观。站在洞口，冷气扑面而来，仿佛就是站在一个高功率的电冰箱前。由于不能排除坍塌的风险，这个洞是不能进去的。其表面坚如磐石，这个质量压下来人肯定是没了。看到网上有人飞了个小飞机进去，但因为没有卫星信号，只能靠肉眼定位。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。不过我还是垂直飞了一段距离，欣赏了冰雪的全貌以及山上的风光。看着蓝色的冰壁，你会意识到这些自然奇迹并非永恒，不管是冰川还是冰雪，它们正随着气候变化慢慢消逝。所以啊，我们在感受壮丽的同时，也需要尽力守护这份珍贵，保护环境，将自然的美留给后代。哇，这景色真好。水流下来。对。总的来说，短途徒步是一项全年龄的活动，不同难度的步道总有一款适合你。对于我来说，从穿过崎岖山路和惊险河流，再到近距离接触壮丽的瀑布和欣赏鬼斧神工的冰雪冰川，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独特冒险体验的同时，内心就会有更强的意识去珍惜眼前的美景。
把这些稀有美景留给我们的下一代，希望能够带给屏幕前的你一丝丝共鸣。这支视频和我之前的人文风格不太一样，不知道观众朋友是否喜欢这种新风格呢？欢迎在评论区提出意见。视频的最后我会放上去年徒步的片段，具体就是雷尼尔山上及岩林草湖附近的徒步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深入探访这2条步道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鼓励我去创作更好的内容。未来我还会继续分享旅行中的故事。我是 Austi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